你觉得红了能带给你什么？在我看来啊，一个流量也好，关注也好，它是有时效性的。就红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是没有什么的。我爱不动了，我说我这个月爱了3个男人了，我爱不动了。你是免费的援助，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会真的去帮我？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郭雨欣目前短剧圈炙手可热的女演员，她主演的短剧连续21天登上了热榜第1，仅用18天便完成了全网播放量破30亿。我们对她进行专访的时候，她主演的法制题材微短剧《荆棘花开》正在拍摄当中。3、2、1，开始。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我的性格的话，其实还是很东北人的一个性格，因为从小就教育你要大大方方的，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之后好好做事情，就是不会，特别细腻，可能会偏大条一点。是吗？你觉得红了是个什么感受啊？其实更多的是感觉工作更多了，其实没有，生活中是没有什么感受的，可能会被人认出来。之后更多的其实是觉得，哎，工作的选择上，可能我们要规划自己的工作。对于一个演员突然间被大家关注到，确实是开心的，但也会更谨慎的，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好的作品。一个99年的女孩，这么年轻啊，不断的上热搜，不断的被人提起，在这样一个年纪就有了这样的成绩。其实你最近是这个心理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没有，我就觉得我得好好干。就是因为你会收到大家的支持，就是这种也是无私的嘛，跟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大家会很支持你，希望你好，希望你能有更多的粉丝，更多好的作品。那一刻我就觉得凭啥呀，我能得到这么多的这个爱和支持。我觉得自己确实要拍更多好的作品，让自己沉下心来，之后不能急不能躁。什么是好的项目？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作品？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好的角色，不管它是以任何的短剧也好，长剧也好，电影也好，它就是在讲人的情感啊，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认知啊，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有些反思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就是跟题材无关，只要好故事、好角色就好。好多演员都会表达，如果说一直在接戏的话，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在消耗的。当然，因为人的情感确实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有时候我说我爱不动了，爱不动了。我说我这个月爱了3个男人了，我爱不动了。会有疲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一直在拍，像你刚刚说，其实就因为他在拍同一个题材嘛，对，那难免就会有这样的疲倦感。我那天看到一个热搜，说你是这个短剧的颜值担当之一，好多你的颜粉儿，是喜欢你的爱情戏的。你会担心你接下来要拍的正剧也好，或者说怎样也好，会去流失掉这一些粉丝吗？我觉得我的粉丝也好，喜欢人也好，你夸自己肯定开心嘛。但是我确实希望能通过我的力量，它这正面的普法的这个影响，能够带给大家。我是在爱情戏啊或者正剧的选择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只是希望我的作品，如果是爱情戏，那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一些真情，那真的爱情。之后如果是正剧的，我也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真的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或看到这样的事情，能够勇敢的去找到援助。我们要聊聊我们最近要拍的短剧《荆棘花开》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拿到剧本的？其实很早之前了，就是在这个剧本没有形成之前，我们就已经聊过这个本子，想讲这个内容。因为确实在前段时间关于女性的这个家暴事件也好啊，这种讨论度很高的这个问题，包括网上会刷到一些，我每次刷到我就特别生气。你是觉得就刷到这个女性被家暴，或者是在这个社会的过程中受到欺负，然后你会共情，会觉得很生气，特别生气，就是看到我说为什么不反抗？但是其实后面我是能理解的，因为在这个他的观念和认知中没有这个选项，或者是说他有更需要去保护的人和保护的东西，可能为了自己的孩子，就他的出发点一定是因为爱，或者因为一些自己观念上的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最初的这个拍摄这个作品形成之前，就是这是一个出发点，希望我们这个作品能够通过一个这种现实性的关于法律的一个普及，能够有一点点的作用，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满足。
你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哪一些情节或者说哪几句话可以小小的剧透一点给我们？你觉得是能够打动到你的，或者说，哎，觉得这一个情节可能大家看完之后也会打动到观众的？其实我看完这个本子，就是有一个话吧，就是你是免费的原著，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会真的去帮我？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部戏拍摄之前也去进行了实地的采风，去到了法律援助的司法的地方，我们去学习，去了解工作人员怎么工作的。但那天特别巧，我们去那个采风的那个地方，刚好来了一个大哥来找这个援助，了解这个法律，说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钱找回来。有经济纠纷啊，对，有经济纠纷。就我看到那个人员真的是从序号到哪个省哪个市哪个部门，之后一点点的告诉他每一条，拿铅笔告诉写哪写哪写哪，非常有耐心的，就是要先做到一个同理心上，就是情感上的共鸣。我其实刚刚听你说完刚刚那个故事，我觉得特别生动。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司法题材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法律援助是不是真的能够需要去帮助的这样一群人。那我们这部剧的初衷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希望真的能够通过这一部《经济花开》来学到一些什么。对，是的，是的。你有在这个表演上的打算吗？自己是怎么去进行这样角色的塑造的？其实这个角色在这个剧本中，他是有他的成长的。他最初是可能青涩的，我去找到人谈，人家不认你。之后经历挫折之后，我再真的去深入的调查，去了解，得到真相，他化解下来，他就是一个人，活生生。你想把他养成一个活灵活现的，就演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对，他会更生活一些，更愿意去找一种，我觉得我是想找一些类似于生活中我看到的那个工作人员一样，认真的去倾听，就真的想去帮助他的这个状态，不是要一个演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有成长性在的吧。而且这样的成长性其实可以帮助观众更好的进入到角色中，更好的一起和你在角色中进行互动。对，就是更真一点吧。我觉得因为这个角色确实会有一点使命感在，我自己本人也能够更真实的，更落地的去走这个路线，而不是要假大空吧，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有意义。你觉得你这个演的这个角色特别正义？演这个人物我也在想，一定要真，不能符号化。你刚刚提了好几次你们去实地的采风，包括我们的编剧也好，导演也好，还有我们主创人员都有去，对，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实景拍摄，这个流程是符合现在我们对于精品化短剧这样的一个期待的。那你觉得什么是精品化短剧？以你现在演了如此多短剧来看。其实我若短剧这个拍摄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差不多1年的时间，其实也在见证着这个短剧的逐步的一个精品化。最开始没那么多经验，一个新的一个拍摄手法也好，拍摄节奏剧本，它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是。那现在更加精品化，我觉得是人物上，我觉得它是更扎实的，它是一个更人的一个情感，不是讲一个表面的霸总啊，表面的爱情故事啊，我给你3000万啊这种。现在会走一些走新的，就是我们确实这个情感是细腻的。像我们这个可能也是题材很特殊嘛，这个法律援助关注这个家庭暴力啊、女性关爱和未成年人保护这方面嘛，就是它会更真。像我们这次也是，就是你真的走到那个环境，知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那些受困难的那些人群，他们是什么样的，就是要更真。我们整个剧好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它是精品化？因为我们整体的案源都是真实的案源，对，它同时是有着完全具备扎实的法律基础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不再拘泥于以前可能大家对于短剧的那种刻板印象的理解，就是爽感，我要的是不断的反转，而现在把它当成一种格式，一种形式，一种戏剧表达的形式。像我们这样当然会生产出一个精品化的短剧，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和一个拍摄的方式。其实就是大家更用心的去做一个内容嘛，所以它自然就精品了。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对自己有啥规划吗？那我觉得我们定的原则还是接好的项目，好的本子，就是很简单，无论是竖屏、横屏还是长剧、短剧都一样，就是好角色、好本子，
给到大家，不让大家失望嘛，尽量。那如果说现在让你用一段话来向所有喜欢你的观众来推荐这一部剧的话，你会怎么说？希望我们这一部戏是以一个真情实感，一个真的一个把握之后，在一个非常夯实的一个法律基础之上，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有温度的法律援助的样子，让我们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戏知道我们可以用法律援助帮助到自己，之后能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影响。